现在民主派想要歪曲事实，想要倒退回英国都不存在的彻底的私有制，简直是痴人说梦。观视频的网友们大家好，我是梅山剑客陈平。中国网民主张什么呢？主张中国军队、中国武警及早干预，把这些香港暴徒都抓起来。从法理上有没有道理？当然有道理，因为中国本来就有权利像西方国家一样随时宣布紧急状态。特朗普连修个墙都要宣布紧急状态，那这个香港暴乱怎么不能宣布紧急状态？但是本人不赞成。道理很简单，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就中国政府的出手一定要选择时机，最好的时机是什么？香港的动乱拖的时间越长，对香港的民生打击越大，对香港的中产阶级甚至到富裕的地产商、航空公司都经受不住的程度，到时候资本会说话。所谓香港的民主派从头到尾干的事儿，提不出任何提高香港竞争力的建设性建议，反而是阻挠任何改善香港竞争力和民生的这个政策实行。然后他们这次制造香港动乱，你们知道打击谁的利益？我告诉大家，首先打击的是香港中产阶级的利益，然后事情闹大，一定经济下行，就会打击香港房地产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房地产利益集团一旦动摇自己的地位，关键时候选边站队还是要站到大陆这一边，就和前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和这个梅伊夫人一样。英国如果要退欧，英国金融地位的救星只能和中国大陆联手，否则的话，英国实体经济又没有了，金融地位又不保了，英国将来靠什么活呀？只有这一轮的英国首相，他的外交部长那叫愚蠢透顶，还要去挺那个香港动乱。中国只要切断伦敦和这个香港之间的金融通道，英国的金融地位就更加凄惨。英国现在的英镑的货币已经贬值20%了，他将来就死定了。港独这帮人最后会走到丧家犬的程度，因为他们的主人最后也不会要他们的。所以我的建议是，中国政府必须要有耐心。香港动乱实际上是中国100年不遇的历史机遇，可以一举真正收复香港，然后呢，建立上海成为世界上第一大的金融中心，然后使得美国的石油美元霸权不在，香港的可以享受超国民待遇的好日子当然也就结束了。为什么呢？现在香港的竞争能力 GDP 总量已经不如几十年前的小渔村深圳了，你还要摆什么谱？我认为从以往的经验观察，香港的经济衰退立马就会到来，因为现在香港的经济增长率已经快到0了，就是被动乱搞的。香港的经济衰退到来，加上美国的美联储放水，我认为会加大全球金融危机，结果香港的房地产一定是大跌，而这个大跌的锅，任何老百姓都会明白，谁造成呢？就是美国的金融寡头加上香港的港独分子制造动乱，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只有香港的经济衰退，衰退到每个家庭都难以忍受的程度，只有香港的房地产回归到普通老百姓靠他10年的工资，最多20年的工资就可以买得起的程度，只有等到香港乱透了，房市跌够了，然后中国的特区政府提出来的当年特首董建华曾经提出过的改革建议，然后中央政府还会有新的改革建议，然后香港的普通的老百姓，包括香港的主要的
行业的财团才会接受。这个接受，我认为，第一，必须双管齐下。怎么叫双管齐下？因为现在的香港所谓的法治是不完全的，名义上是一国两制，实际上大法官控制在英国殖民主义留下的法官手里头，他们是外籍。香港有一批高级公务员，实际上是暗藏的双重国籍，在关键的时候，他们的利益是和香港人的利益脱钩的。所以香港如果要实行彻底的改革，必须要落实一国两制。第一条，香港所有的人都必须公布自己的真实国籍，然后对有双重国籍的低级的公务员、教师没有问题，你可以在香港继续生活。但是高级公务员和法官，你只能两者选一，要么你放弃外国国籍，要么你放弃你的高级公务员和大法官的地位，不能投机两面下注，否则我不知道他们将来代表的到底是香港人民的利益，还是外国代理人的利益。第二条，香港的教育也必须实行彻底的改革，然后香港的教师协会也必须进行改革。所以所有香港的大学、中学、小学校长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持有双重国籍，否则你就当老师可以，你没有资格来决定香港的教材，没有资格在香港维持殖民主义的文化。这点是香港真正实行一国两制、推行香港改革的前提，而不能容忍原来英国保留如此多的特权。当时中国政府允许英国保留，是高估了香港政府所谓的法治对市场经济的作用。现在会发现，香港的法治有利的一面，中国大陆也都学会了。比如说，拍卖土地使用权，这对中国不依赖外资搞基本建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这点我还要感谢张五常教授我的一个好朋友，当年给中国政府建议这个办法是有功的。殖民主义时代的香港就是双轨制，香港就不是彻底的私有制，香港政府手里拥有的土地就是相当程度的社会主义的成分。现在民主派想要歪曲事实，想要倒退回英国都不存在的彻底的私有制，简直是痴人说梦。然后房价都已经跌惨了，回归合理水平了，然后你再推行当年董建华特首想要借鉴新加坡经验建立公租房这种改革，就水到渠成。我相信这个香港的开明的地产商也不会阻挡，因为他们参与公租屋的建设也是有钱可赚的，只不过呢，赚的是合理的利润，没有垄断利润。在这点上，我认为香港的地产商多数还是爱国的，不会和英国老牌资本集团像汇丰一样，一看苗头不好就撤离香港，移到中国以外的地方去。而且请大家注意，中国很多对中国共产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心有疑虑，以为拿一个外国国籍把资本移到国外就可以保护自己的私有财产。我说你们都错了，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做后盾，你赚的钱就像当年印尼的富裕的华人一样，随时可以被剥夺，而且还可以被屠杀，没有生命的安全。我觉得被洗了脑的那些香港动乱青年应该看清一下大势然后到世界上转一圈，然后才会明白国家认同跟个人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建议中国的网民、中国的政府，第一要有信心，第二要有耐心，要等到香港动乱烂到透了，瓜熟蒂落，等到他们自己退出动乱的舞台还不够，还要把导致香港老百姓不满的贫富差距的源头，房地产泡沫
自己爆炸，然后跌回合理状态。那个时候，中国实行一国两制 2.0 版，强化建设性的香港特区政府的治理能力，彻底改变香港的法治、教育和文化的社会的基础。我相信时间在中国一边。